哎呀，今天去搞了个这个 GoPro 的这个相机来玩一玩，然后想把它带上，还带了一个周边，就是一个头带，这样可以照相，然后不用手拿。可是实在是不知道带不带得上去，也不知道带的怎么样，是拿个手机来看一下，看起来好像带的还可以吧，也搞不清楚照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啊，就带来玩一玩。然后刚好今天呢，像神经病一样的把脚踏车骑到学校，发现没轮胎没气啊，那回去上坡骑不上去了，那就刚好走路回家，顺便带大家逛逛校园吧。把这个背包整理好，喝口水，有一段路要走一走，然后今天完全是原汁原味呈现我这个办公室的原样啊，就这个样子啊，还不错的办公室啦，还有窗户可以看到外面。虽然平常就是这样子，没有经过整理的原型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是还不错，大小还可以。那准备好了，就带大家出去走走看看吧。因为我是孟教授，那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知道我真的是大学教授啦。我2008年开始在夏威夷大学任教，这就是我的学院的外观啦。其实环境是真的不错吧？前面那条横的路就是大学路，看来美国大学跟亚洲大学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围墙这样子的东西都比较开放，中间还有马路可以通过。这条路从13年来就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走，上下班，不知不觉，哇，居然走了13年了呢！就是其实想想啊，13年前刚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朋友还开玩笑呢，说你看起来好像也不怎么样嘛，怎么你是前辈子积阴德了，能够拿到这个工作？老实说，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实力啊，居然能够在这个这么难找的工作中能够找到自己，也觉得非常幸运啦。那没想到这个幸运的自己就这样子慢慢走啊，从当初的助理教授一直升到副教授，到现在的教授，也不知不觉呢，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老实说啊，因为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不容易找的。我当时来面试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主要是想说可以免费，因为他们付机票嘛，还付1个晚上的住宿，想说可以来夏威夷玩。所以当时其实我来面试的时候，可能抱的心态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认为他们会要我，所以我就可能因为这样子吧，所以可能在应对进退上就比较自然放松。可能因为没有得失心吧，所以就特别的能做自己吗？然后就有什么打什么，然后很轻松很愉快。结果没想到啊，那个也许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吧，但后来他们就要了我，就搬来夏威夷啦。现在这里先打个岔，前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学校这几年新盖的那个学生活动中心，里面还包括了一个全方位的这个运动健身房不过好像我进去过2次吧，也没有真正在利用这些学校的设备了。好，回到我就之前2008年来面试，然后来到了这个工作。其实那时候呢，来面试的时候，他们也来带我逛这个校园。其实我那时候对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学校的建筑物感觉就比较老旧，外面比较老旧，里面也蛮老旧的。可是呢，我觉得这整个学校就好像一个很大的植物园，绿意盎然，然后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树木加上蓝天白云跟棕榈树等等。其实，就如果觉得把它当做一个植物园一样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走起来的确是蛮舒服的。所以我当时2008年开始搬来这里以后，就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每天就在这条路上呢上下学。
那13年后，我现在又搬回来了这个学校的宿舍。那一条路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走了13年。但是回想这条路啊，其实走的呢蛮辛苦的。可能从外人来看，你又在这么好的职位，又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好像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可是事实上啊，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有一个比较难启口也不为人知的一个内心的小小的秘密，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不够好又不可以让人家知道。这个话说，其实几年前呢，有一次就跟2个朋友一起去在纽西兰自助旅行，然后晚上在旅馆里面就在聊天，就聊到我这种心态。结果我朋友居然跟我说，那有一个名字啊，就叫做伪装者症候群，英文叫做 Imposter Syndrome。好，现在这里再停一下，这条路呢就是学校中间的林荫大道啊，非常非常漂亮。那绿树成荫，然后平常今天这个时候是刚好星期一礼拜五的傍晚了，所以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不然平常熙熙攘攘的，你会看到很多学生、老师，甚至老师有时候会把课程带到外面来上。你就会看到这条路上呢，其实是人来人往，是学校的中心核心地带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好了，那再回来讲我的伪装者症候群吧。其实就是在去纽西兰玩的路上跟朋友聊起来，我记得那时候跟他分享啊，我觉得自己其实呢没有什么实力，也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能够找到这个工作呢是幸运的，然后觉得说其实大家会对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期待，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呢想把自己活得符合那些别人对我的期待。他们在这么多人里面选择了我，肯定对我是有一种某一些的印象跟认为我是怎么样的人。可是自己内心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自己，觉得自己就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说其实刚来的时候非常的努力，一切的事情都想要把它做好。可是在深深的内部呢，这个秘密藏在里面。为什么呢？我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我自己觉得我不够好啊，我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其实他们看错我了，我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这些事情只能藏在心里，然后尽量把自己变得更好，尽量把自己变得呢能够符合这些其他人的期待。所以在这些年来呢，这个样子的这种情绪跟这种其实是一种深沉的恐惧吧。总觉得怕被别人发现，就这样子慢慢的过来了。那其实你说几年前就知道自己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伪装者症候群，其实老实说当时朋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因为觉得是一件自己很私密的东西，就没想到它居然还有一个名字，那就表示说其实是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吧。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就Google 了一下，还有现在 Google 大学，去跟 Google 大学查询一下。结果我记得当时 Google 的时候呢，就非常惊讶，因为它不但列出了几个我当时能够报告的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症状吧，譬如说觉得自己是因为幸运才得到这个工作，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自己的不够好呢，其他人是不能够知道，必须要隐藏的。那我记得当时呢 Google 的时候呢，它也列出了一些其实我一直以来有的感觉，可是报告不出来的，譬如说那种恐惧，怕被发现的那种恐惧，其实在当时的我是无法报告出来的。那种诚惶诚恐的活着，然后战战兢兢的活着，当时的我其实是报告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哇，原来这还有一个，第一个它还有一个名字，这表示很多人是有同样的情形。
然后当时我的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一本书，就是脸书的他当时的女性的一个 CEO，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Lean In， 在里面他也提到他自己也有这个伪装者症候群。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我那本书也是把它当有声书听完了就原来说这种症候群呢普遍发生在高成就的人的身上，然后但是他们而且女性居多，但并不是男性也可以有，他们就是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一直想要努力变得更好所以虽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知道这个伪装者症候群这个情形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不能够真的说我好像真的面对了它，或是真的放下了它。我觉得习惯性的自己吧，还是总是尽量的希望把自己变得更好，希望自己能够符合他人的期待。虽然知道这样子让自己很累，可是好像这么多年以来，也不是真的去怎么样子去处理了它，或者是抚慰了那个战战兢兢一直活在恐惧中的自己。这边来停一下，你看这棵树多漂亮这个各种颜色的树在夏威夷这里也蛮多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蓝天白云，美丽的树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吧。我也不知道怎么今天说着说着就掏心挖肺的开始说起了自己。说我们学校是植物园，这里又经过了一棵蛮特别的树，它叫做 Cannibal Tree。你看它上面那一颗一颗是不是像一颗一颗的叫什么炸弹吗？这棵树可能是附生的吧，长在上面，但是也是说不定以后有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下面留言我们学校还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树木跟其他的植物，可以好好的有空能带大家走一圈。话说回，我刚刚说着说着就讲起了自己的这个伪装者症候群，然后也讲到说其实好像知道了是知道，但是惯性的自己呢，还是一直的循着可能比较正规跟社会的传统吧，还是习惯性的会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当然我知道啦，其实这个一直亦步亦趋不断的鞭砺自己的这个习惯呢，它的确是让我今天不论是运气好呢，还是实力好呢，也让我走到了教授的这个位置。它的确有它很强大的这个社会性的功能，让我能够做到也算是社会高层的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吧。大学教授毕竟一学期教2-3门课，指导学生，参加什么 committee 的服务，然后每年有寒假暑假，还有3月在美国3月还有春假，其实这些感觉都特别的好。然后说起来你是大学教授嘛，这个社会地位呢，它也有一定的成就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努力的人格特质，它也有它很棒的社会价值跟功能，它让我能够今天做到这个位置，而且如此幸运的能够在夏威夷这么美丽的地方找到这样的工作，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在这个的同时，我觉得我可能个人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吧，
就是知道在这个坚强的外表下的我，其实也有很脆弱、很需要帮助，或者甚至有时候觉得累了，不想要继续努力的那个自己。我觉得这个自己我比较陌生，而且可能因为习惯性的要符合社会标准，所以这个不想努力，想耍赖，想要可能比较脱轨吧，或者是比较不符合社会期待吧的这个自己呢，我觉得我太陌生了，所以有时候想归想，自我剖析嘛，说一说就动动嘴巴，可是你真的要我做出什么脱轨的啦、狂野的行动呢？其实老实说，我自己那个强大的自我会把我拉回去，告诉我说，你放着好好的大学教授的工作不做，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啊？老实说，心里面这样的声音来来回回呢，其实老实说我蛮熟悉的。就有的时候呢，我又想叛逆，又不想要追随主流，可是事实上呢，那个胆小害怕的自己呢，又觉得说其实人就跟随主流也蛮好的，一步一脚印的慢慢走的，好像前人呢都已经为你画出了这条路该走的方向跟会到达的目的。那如果我自己好像另辟蹊径的话呢，好像感觉挑战太多，然后又没有什么潜力可循，然后我觉得这些都还 OK， 可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困难点就是我觉得周围的人不能理解我，他无法理解我就算了，他可能更没有办法支持我。那不能支持不能理解呢，可能也还好，可是他甚至于会批评我的选择，或者是指责我为什么可以出轨啊，或者是不循序渐进。然后这里再停一下，刚刚经过这一段呢，是我们学校农学院的一个好像是怎么样子一个实习菜园吧，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program 让大家来这边种菜，所以平常有时候在这边走来走去呢，它下面还有一个可以休息的树底下休息的椅子什么的啊，有时候偶尔在来这里坐坐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假农夫的乐趣吧。好，那现在再回到刚才说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挣扎跟矛盾。老实说，我这种内心的挣扎跟矛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的感觉？也许你的情形、你的人生故事不一样吧，但是你的内心会不会有不同的声音呢？那当你2种或3种或4种吧不同的声音从你的内心里起来的时候，你都怎么处理的？我的话呢，就是比较习惯性的就跟随那个我比较熟悉的声音。那个比较熟悉的声音，当然就是比较社会标准跟大众路线，然后就会忽略了我其他声音的需求。那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现在在慢慢学习如何让内心各种声音能够比较更平衡的，让所有的声音都能够有机会出来，然后说说话、透气，表达一下自己。那不知道各位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呢？那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我现在已经快要到家了，已经走到这个山谷里面了。山谷里面呢非常漂亮，房子漂亮，周围的风景也漂亮。那最后这一段路呢，我就留点空白，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内心的不同的声音跟我们的处理方法吧。反正我还是在继续学习中的啦，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学习咯。
大家今天陪我走路回家，听我有的没有的说了我其实内心蛮深的秘密，这个伪装者症候群。那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鼓励，给你鼓励，分享一下我们对自己内心不同的声音的这种挣扎跟成长的过程吧。另外我还要对下一集的节目做个预告，因为其实今天借这个 GoPro 这个相机的目的是要去浮潜。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在美国本土的朋友说他希望看太平洋的海水多一点，所以我想太平洋的海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浮潜，去跟鱼打招呼。所以请大家期待下一集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